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， 好开心哦，扫心啊已经给它恢复了，终于可以正常说话。今天又要来分享免揉系列的面包，我们全家都很爱的免揉 ciabatta。来，再跟我念一次 ciabatta。 做烘焙还可以学意大利文，有没有？ ciabatta 又称为拖鞋面包，所以给它做的像拖鞋一样丑丑的没关系。如果你上回有教免揉 focaccia 作业的同学，今天这个 ciabatta 更简单，因为连面团上面戳洞洞都不用，真的是就简单的免揉 ciabatta。 快分享给好朋友一起来做。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首先我们先把清水放入容器当中，然后酵母、盐、油都一并放入。因为拍片为了让成品数量多一点比较好看，我用了2倍的材料分量。然后酵母的部分我用的是低糖即溶素发酵母，如果用普通的酵母也可以，但是膨发效果会差一些些。接着直接加入高筋面粉，用中筋也是可以，但最后口感跟成品肯定会有点差别。接着我们就把粉水给搅拌在一起，基本上就是搅拌到没有粉粒残留就可以，然后用刮刀啦、筷子啊都可以。我是好玩哦，买了个新工具，还不错。有人评价说这个工具很雷，但我觉得用起来还蛮顺手的，还行。其实用个简单的刮板也行，自己顺手就好。然后记得把旁边的材料呢都要刮拌下来哦，不要有耗材。大概就拌到像影片这样没有粉粒残留，面团看起来组织有点乱乱的没关系，等等经过松弛就会变好。如果是用刮板的，旁边就是尽量刮干净，最后把面团集中在中间就可以。接着我们盖上盖子，静置松弛30分钟。面团有了动作就会紧，紧了就要松弛。30分钟到咯，我们要来做第一次的拉伸折叠。双手沾清水，因为这个面团算是高含水量的，比较黏哦，双手沾水来操作就可以解决黏的问题。拉伸折叠呢，只需要4个面，每个面拉伸折叠1次就可以。这些动作主要就是为了让面筋形成，原本水和就可以形成面筋，我们拉伸折叠呢就是更强化它。记得是轻轻的拉伸拉开，然后折下来，不要刻意扯断扯破面筋哦。4个边呢就各拉伸折叠1次就好。其实你拉到第4边的时候就会发现面筋已经有点紧了，稍微再整理一下表面之后呢，就可以再次盖上盖子，一样静置松弛30分钟。30分钟到了，你想做刚刚的拉伸折叠也可以，但是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手法，就是之前分享过的甩折。甩折的方式也很容易形成面筋，而且这个动作非常解压，但有可能你甩个2-3次就紧了，紧了就休息个1分钟再重新甩折。变小团了就记得用手把它摊开来，撑成大片一点比较好握。然后这个动作特别适合先生或小孩不听话的时候，摔完心情会给它豁然开朗。摔个5-6次呢，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，往底部收一下面团，表面就会光滑。接着再次的盖上盖子，再松弛30分钟。松弛完成之后呢，面团表面看起来很光滑，因为筋性已经形成的蛮不错了。纹理比较长一点，我们改用抱叠的手法，就是抱起来往下叠哦，有点像是把长的被子给折短的概念。看荧幕画面的呈现呢比较清楚一点。2手一样要沾水哦，继续的重复抱叠哦。仔细看哦，这个太难用文字形容了，只能意会不能言传，大家就看影片。通常是把比较瘦一点的地方抱起来，然后折下去，然后反复的交错抱叠，就是每一次放下去之后呢，就抱起比较瘦的地方，就这样反复抱叠，直到你的面团表面变得很光滑很细致，这样子就差不多咯。超级可爱，有没有？接着盖上盖子，就直接放入冰箱低温冷藏发酵，隔夜至多2天要使用。低温发酵完成呢，要来做下一个阶段，取出常温回温30分钟。这个面团比较粘手，一定要撒上足够的手粉防粘黏。手粉通常使用高筋面粉，足够的手粉是好操作的秘诀。如果粉太少，你肯定会觉得黏得怀疑人生啊。粉撒完之后呢，边缘可以用刮板稍微分离一下，
这样子等等会比较好倒扣出来。没办法，因为它是高水分含量的面团。再次强调，手粉一定要够，桌面或是烘焙布或是细胶垫上一定要撒上足够的手粉。接着来倒扣面团，要给一点时间让它掉下来。中途有可能需要你辅助一下，面团尽量不要拉扯太多，就是边缘可以稍微刮一下，尽量不要破坏到气孔跟组织。接着面团表面呢，一样撒上不能太少的手粉，当然最好是刚刚好薄薄的一层，总不要是一坨粉在上面，就是尽量均匀的撒上。然后可以用刮板辅助哦，稍微整理一下面团的边缘，有足够的防粘手粉，再加上刮刀，其实很好操作。如果想要烤成长条形哦，真的很像拖鞋，就直接用刮板整形。如果有买烘焙布的朋友，也可以直接在烘焙布上分割操作，然后分割的大小形状也是完全看自己喜欢。喜欢长形的呢，就分割成长条状。如果觉得这样太长的呢，就是中间切一半，这样就变成比较方形一点。不想让它形状太扁的话呢，也可以用刮板聚集哦，让它往中间聚集，一聚集了厚度就会增加。可以直接使用2个刮板辅助，然后转移到烘焙纸或是棉布当中。我们要来准备做最后的发酵。如果觉得粉比较多，想要用手把粉抖掉也是可以哦。稍微抖掉多余的粉之后呢，就可以放在烘焙纸上，然后这时候呢，都还可以再调整形状。如果怕发酵的过程形状会瘫软掉的话呢，也可以放到铸铁的小锅当中哦。我这个大概15公分左右的小锅，这个我在网络上面买的，可以找一下。长条形的也是聚集整理一下哦，直接放在烘焙纸上就可以来做最后的发酵。如果觉得面团被你弄得太扁，想要做折叠的方式也是可以哦，就像影片这样子折叠就可以。这个面团虽然水分含量高，但是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只要手粉够，非常好塑形。折叠的面团呢，之后就是烤过了，厚度会比较厚。然后桌面上撒的这些剩下来的手粉不要丢掉哦，我们把它聚集在一起，收集起来还可以做下次的手粉用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浪费。找个保鲜盒或是袋子装起来就可以。最后发酵呢，怕它摊掉变形哦，可以把边缘的纸给立起来，有点像做围墙的概念，然后表面呢可以盖上一根棉布，防止干燥。最后发酵时间最短可以30分钟就进去烘烤，最长可以发酵个1个多小时再进去烘烤。差别在内部的气孔组织跟成品的口感等等，成品再跟大家说明。发酵完成就放入摄氏220度预热好的烤箱当中，烘烤15到18分钟左右。烤箱内部可以喷上大量的水雾，制造蒸汽，表面可以变得更脆。如果用气炸锅烘烤的，就用摄氏200度烘烤没关系。气炸锅不用预热，设定16到18分钟。要是成品上色的情况，微调温度跟时间哦。时间到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出炉。我们要在晾架上面晾一下散热。小块这个就是用气炸锅烘烤的，一样很好。外皮呢是可以很酥脆的，然后内部呢是很湿润松软的。但是稍微放凉之后，水汽会散出，外皮就不会那么脆喽。这个面包现做现吃，绝对是最好吃，因为是用直接法做面包，隔天面包有点老化是正常的，隔天一定要回烤气炸一下才会好吃。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组织，这块最后发酵的时间比较长，最后发酵超过1个小时。你看它内部孔洞很大，而且带有胶质感，这个是带有浓浓面香气的。不喜欢气孔这么大，喜欢更软的，记得最后发酵时间可以缩短，大概最后发酵个30分钟就可以进烤箱烤。缩短时间，气孔会比较小，但是口感会更软。搭配上橄榄油，混合一点巴萨米口醋，真的又健康又好吃。但是口感真的很主观，习惯台式软面包的，建议最后发酵30分钟就好。这块是经过折叠，然后发酵了40分钟，气孔比较小一点，内部吃起来就更软一些。大家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最后发酵的时间，很有趣哦，口感状态都不太一样。这就是烘焙料理迷人的地方了。这块大概发酵了45分钟，孔洞大概介于中间。对了，记得发酵中途就要预热烤箱哦，要把你烤箱预热的时间给算进去。这块最后发酵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。从这个侧剖面来看，孔洞明显大很多，而且面包出现胶质感。但不管是哪一种孔洞都很好吃。喜欢 ciabatta 的朋友，等你交作业咯。
Searching for something that ain't lost. Have we got our lines crossed? We're wasting time on stuff that doesn't really matter, while wishing for something better.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We fall apart and I won't dare